再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国防省当天发表声明称，由于韩方在朝鲜发射卫星之后，以朝鲜发射卫星违反朝韩军事领域协议为由，宣布暂停执行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根据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授权，朝鲜国防省针对当前事态声明，从此刻起，朝鲜军队将不再受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约束。朝鲜国防省还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朝韩军事协议暂停的所有军事措施将立即恢复。朝鲜将撤回为防止陆地、海上、空中所有空间的军事紧张和冲突而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在军事分界线地区前沿部署更强大的力量和新的军事装备。如果朝韩之间发生无法挽回的冲突，韩国将承担全部责任。对于朝方的声明，韩国国防部长申元实回应称，若朝鲜以终止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效力为借口发起挑衅，韩军将立即且强有力地反制到底。申元实表示，朝鲜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明显有违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是对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严重挑衅，再度证明了其根本无意遵守军事协议。申元实称，在韩军对朝监侦活动受限的情况下，朝鲜却利用军事侦察卫星增强对韩国的监视侦察力量。政府终止军事协议部分条款效力，是为确保国民生命安全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他表示，韩军将恢复对朝鲜的空中侦监活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于2018年签署，被认为是防止朝鲜半岛发生偶发性军事冲突的有效机制。其中明确规定，朝韩在边境地区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设立禁飞区。那么这个军事协议呢签署之后，对朝韩双方缓解紧张的避免爆发军事冲突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从结果来看呢，就是从2018年军事协定签署之后，朝韩南北双方呢没有爆发新的军事冲突，那么这个两边的老百姓呢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尹锡悦政府上台之后，又开始恢复对朝鲜的这种强硬政策，导致朝韩双方这种军事的螺旋形对抗呢又持续上升。随着双方都退出这个919军事协定，那么可以预想而知的是，朝韩双方这种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朝方之间爆发这种偶发性冲突的可能性在持续增强。2天前，也就是11月21号，朝方声称，当晚22时42分许，朝鲜国家航空航天技术总局在平安北道铁山郡西海卫星发射场使用千里马1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将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发射升空。火箭沿预定飞行轨道正常飞行，顺利将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送入轨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现场观摩侦察卫星发射流程，对卫星发射成功表示祝贺。가까운 기간 내에 군사 정찰 위성을 운영하여 정찰 정보 수집 능력을 확보하며 미 제국주의 침략 군대와 그 추정 세력들의 반공화국 군사 행동 정보를 실시간 공화국 무력 앞에 제공하는 데 있다고 하시면서据朝中社22号报道指，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当天上午10时访问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平壤综合管制所，了解进入预定轨道的万里镜1号的运行状态。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方面向金正恩汇报称，万里镜1号将在未来7至10天完成精密操作工程后，于12月1号起正式执行侦察任务。据报道，金正恩还观看万里镜1号当天上午9时21分发来的卫星图。卫星图显示，在关岛上空拍摄的美军主要军事基地，包括安德森空军基地和阿普拉港等。金正恩表示，为了提高军事打击手段的效率和加强自卫能力，今后需要运行更多的侦察卫星。据悉，这是朝鲜今年第3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此前，朝鲜分别于5月31号和8月24号发射万里镜1号卫星，均以失败告终。美韩舆论一直对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表示担忧。韩国防长申元实称，他认为俄罗斯向朝鲜提供了诸多相关技术，而朝鲜10月推迟试射卫星，就是为了等待相关技术指导到位。
韩联社23号还报道称，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RadarBox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22号中午12时19分，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飞的一架俄空军伊尔62M 飞机已抵达平壤顺安国际机场。该军机飞往平壤的目的和乘客身份尚不清楚，但考虑到朝鲜于21号晚发射用新型火箭千里马1型搭载的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有观点推测此举可能与朝方的卫星应用相关。据悉，今年9月，金正恩对俄罗斯进行历史性访问，和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东方卫星发射场见面，并举行会晤。俄罗斯媒体报道称，金正恩对卫星及运载火箭相关技术尤其感兴趣，普京也承诺将在太空技术上帮助朝鲜。不过，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目前双方尚未就航天技术合作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深度合作尚未展开。对于朝鲜今年第3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1号晚表示，韩军捕捉到了朝鲜侦察卫星在平安北道东仓里一带向南发射以后，从韩西部空域飞越，韩军立即提高警戒，并与美日交换相关信息。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则称，接到朝方通报，最快将于22号发射卫星，推测朝方提前发射或与天气有关。韩国军方正在研判运载火箭是否成功分离，卫星是否进入太空轨道。朝鲜第1次发射侦察卫星失败之后，韩国军方打捞了万里镜1号卫星残骸，并研判不具备军事效用。如果朝鲜此次将军事侦察卫星成功送入轨道，标志着朝鲜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会给韩国带来极大的安保威胁。韩方称，朝鲜侦察卫星可从太空实时监视韩国军事目标，绘制作战地图。如果说朝军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是负责摧毁目标的拳头，那么现在朝军有了发现目标的眼睛。正在英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22号听取了相关报告，批准部分停止朝韩军事协议条款。韩国国防部22号表示，政府决定当天下午3时起终止朝韩军事协议中限制韩方对朝侦察活动的条款效力。韩军由此将恢复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对朝监侦活动。합참의장의 상황 보고를 받은 뒤，尹锡悦指出，无论朝鲜是否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其目的在于加强对韩国的侦察能力和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是朝鲜将核岛威胁付诸实施的表现。韩联社报道指，韩国国家情报院23号表示，院方初步研判朝鲜侦察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并正常入轨。韩国国防部则于23号当天向国防委就朝鲜射星及韩军应对措施进行汇报。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正紧密合作，进一步分析朝鲜卫星入轨后是否正常运行。对于朝鲜射星的意图，国防部认为，在朝鲜即将举行劳动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之际，欲将战略武器研发及加强侦察能力作为国防领域成果加以宣传，从而强化内部团结。韩国国防部还汇报称，韩美将实施由美国航母打击群参加的联合演习。据悉，韩美和韩美日本周末将举行联合海上演习。21号来韩的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将参演。一方面呢，随着这个朝韩双方因为误解误判而爆发偶发性冲突的可能性是在增大啊。另一方面呢，就是朝鲜与美韩还是相互有顾忌，爆发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也并不是很大，因此而且呢，就是韩国政府此次暂停这个919军事协定的部分条款，而且将暂停的期限停止为朝鲜恢复信任为止，这也说明韩国对朝鲜方面还是存有这个余地是希望能够朝鲜能够改变态度，从而呢重新回到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来。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吴学兰。吴女士您好。朝鲜宣称将不再受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约束。此前，韩国也已经宣布终止该协议的部分效力。那么，这对于半岛态势意味着什么？
板门店宣言呢是2018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的。当时呢，韩朝关系是比较温暖的，所以双方是决定今后呢，所有和战争有关的东西呢，咱们都停下来。最终还要把停战状态转为什么呢？和平状态，就是理想非常的丰满。在2018年对2019年，确实当时因为美国对朝鲜的态度也是改变，所以呢，加上板门店宣言，它是起了一定的缓和朝韩关系的作用。包括板门店宣言里面也提到你看，朝鲜也好，韩国也罢，所有的海陆空跟军事有关的威胁动作都停止。然后我们也知道原来朝韩边境总是有这个通过大喇叭搞宣传发传单这些动作呢属于挑衅，也都停下来了。甚至呢还安排比如说8月15号是朝韩两边这个离散家属团聚日，就是温暖的气氛是营造了一些。但是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韩国对朝鲜的态度都改变了。那么朝鲜呢，前2年已经开始感觉到一切都变了，所以它的发射动作呢早已开始，不是说从这次发侦察卫星才开始。你看它的洲际弹道导弹已经是试验升级，因此下一阶段我们就会看到朝鲜和韩国呢，无论是这个军事侦察卫星，还是其他的一些新的试射动作，可能都会不断的出来。那么韩国是预计在这个月底11月30号，那么由美国来帮他就发射一个军用的侦察卫星，跟朝鲜这是比着干。今后呢，这个比着干还会一层一层的升级。近期美日韩三方军事合作频繁，还称将强力应对朝鲜发射卫星。您对此又是如何评估？近期美日韩对朝鲜的威慑力度呢，显然比之前加大了，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朝鲜呢，无论是它的火星炮17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发射成功的军事侦察卫星，都让美日韩呢非常紧张。他们注意到朝鲜军事技术的提升，他们有一点摁不住的架势，所以要加大对朝鲜的震慑力度。那第二，这也是美国给韩国的一些承诺。那美国既然要给韩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就是海陆空方面，要让韩国看到美国我是3位一体的核力量，我都会给你帮助。同样呢，日本和韩国在美国的带领之下，那与此同时，其实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心思。我们知道，美国的注意力呢被俄乌先是分去了，现在又是巴以冲突，全球最为关注。但是美国始终要证明的就是，我是世界第一的军事大国，我不仅可以继续管乌克兰，你看国防部长奥斯汀刚刚访问了乌克兰，然后巴以问题上，我美国还是这个地区的说话最管顺的国家。虽然以色列呢不那么听话，但是多少还是我很有影响力。那我也绝对不会放弃我很关注的印太地区，包括对朝鲜的这种巨大压力。这样证明的就是美国的实力依然在我的全球影响力没有降低，我还有全球的投射能力以及全球的打击能力。美国要通过这个动作呢，证明它的实力依然很强大。